正所谓利奥的性能会因为驾驶员而千差万别。如果在战场上见到一台金鸡独立的利奥，那我建议你还是快点跑路为好。类似的情况在高达系列不胜枚举。今天我们就来聊一台因为换了驾驶员以后就彻底改头换面的机体 GNW002 座天使2号机。作为00第一季难得的反派高达，3台座天使从一登场就展现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与天人那些目标高性能、无视成本和量产性的高达不同，座天使系列从一开始就考虑过量产化的问题，因此实际上3台座天使高达在本质上都是完全相同的机体，只不过根据承担职责、搭载装备不同，在涂装以及部分装甲装备的规格上作为区分。而2号机或许是出场的这3台座天使中，在造型上最接近传统意义高达的那个。其驾驶员是3兄妹中排行第2的米歇尔，之后机体易主，成了野原广志的异世界同位体。雇佣兵阿里阿尔萨谢斯的座驾，显然那个名为2号机的诅咒已经脱离宇宙世纪，开始向其他世界观侵蚀了。在座天使3位一体的小队编制中，2号机在战术上的定位类似天人那边的能天使，主要是担当前卫，保护1号机与3号机，为此同样进行了格斗战的特化。只是与能天使在中远距离战斗中疲软不同，座天使2号机由于搭载了一些新玩具，在中距离战斗中也同样如鱼得水。武器方面，座天使2号机的主武器是搭载于其肩部的基恩破坏剑，原理上与能天使的几把实体剑类似，可以填充高密度的基恩粒子，在挥舞的瞬间将其释放。此外，利用基恩粒子堪称魔法的重力控制的功能，还可以在击中对手的瞬间增加剑的重量，以此增加打击伤害。在米歇尔驾驶时期，这把剑很少有出场的机会，但在换成萨谢斯驾驶后，由于他积极进行近战，这把剑便成为了主武器。在萨谢斯初次驾驶时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剑术，通过调节破坏剑的角度，一边招架座天使1号机的光束军刀，一边给予其伤害，将其作为攻守兼备、毫无破绽的武器来使用。虽然作为男人的浪漫，理论上没有男人能拒绝大剑，但2号机的驾驶员米歇尔实际沉迷的则是另一款武器基恩獠牙。座天使2号机是动画中第一台搭载这种武器的机体，作为一种装备在裙甲上的无限式全方位攻击终端。虽然是和 UC 浮游炮类似的武器，但基恩獠牙还开发出了一些额外功能。正如其名，其形状像两端带有剑刃的獠牙，除了与浮游炮一样从前端的枪口发射粒子光束外，还可以直接冲撞敌人进行物理攻击，或者展开小型光束军刀切割目标，运用方式变幻莫测，就像宇宙世纪舞台中浮游炮刚出现时驾驶员普遍无法应对一样。基恩獠牙同样是标准的初见杀武器，不少驾驶员在察觉到应对方法前，就先因为这种新式武器领便当了。不过基恩獠牙并非没有缺点，无论是高速推进还是使用光束攻击，都需要利用由本体充填的拟似基恩粒子，因此一旦粒子剩余量减少，就需要由2号机本体回收，重新填充能源。座天使3人组刚出场时，由于基恩獠牙的初见杀效果过于显著，导致驾驶员米歇尔出现了明显的路径依赖，其战斗风格完全以基恩獠牙为主，总是无脑的丢出基恩獠牙，然后看着敌人被这种新式武器切碎，很少发挥2号机引以为傲的格斗能力。这种潦草的战术在刚出场时，凭借机体性能优势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跃变了地球各国的量产机。但当敌人逐渐习惯了他这单调的攻击模式后，2号机便再也没有什么精彩表现了。像格拉哈姆这样的优秀驾驶员，逐渐可以轻松躲开基恩獠牙，或在面对同样的天人高达或者基恩 X 这样的高性能量产机集群时，他的獠牙不仅每次拿出来都会被轻易破坏，甚至还被夺走了武器数据，导致日后各方势力不光研发出了专门对付獠牙的阵型，还在第2季上马了不少搭载基恩獠牙的机体，可以说凭一己之力实现了基恩獠牙的开源。而米歇尔本人则在长时间用基恩獠牙代替思考后，一旦这种武器无法发挥其效，便会导致战斗力大减，进而在单兵作战时经常被压制。原本需要担当前卫掩护另外2个队友，最终却分身乏术，反而需要其他队友帮忙解围。不得不说，他不光没能发挥出獠牙的真正价值，简直是暴殄天物，同时显然也不配驾驶座天使2号机这样的高性能机体。于是喜闻乐见的 NTR 小故事又来了，萨谢斯直接肉身突袭了座
座天使三人组开枪射杀米歇尔，并夺走了座天使高达2号机。理论上00世界观下的高达型机体都被设置了生物识别锁，非驾驶员本人无法启动，就算坐上去了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训练才能驾驶。但萨谢斯在费陀的协助下解开了机体的锁定，并在数秒内便理解了机体的特性，以压倒性优势干掉了座天使1号机，美美跑路。虽然又是一桩 NTR 惨案，不过对于座天使2号机来说，大概这个声音像广志一样的男人才是他命中注定的驾驶员吧。交由萨谢斯驾驶后，座天使2号机的战绩有了显著的提升。天人4台高达中，除了主天使以外，剩下的3台都和他有过交手。与能天使交战时，座天使2号机已经耗尽了携带的基因獠牙，并且处于基因粒子发生率低下的状态，但在萨谢斯的操控下，依然能凭借其对刹那动作的熟悉占据优势。不过，由于能天使及时续费了红色3倍速的外挂，因此虽然占尽优势，但最终还是惜败了。而之后在决战中，座天使2号机又先后对上德天使与力天使，前者可以说是与座天使2号机相性极差，缺少其他队友分摊前卫职能后，德天使面对基因獠牙这样的武器时，可以说是只能被单方面蹂躏，最终导致德天使受损。之后又通过突然袭击的方式速通了力天使的基因装甲，并在之后的交战中敏锐察觉到洛克昂的视觉盲区，从死角进行攻击，导致力天使大破。这2场战斗中，萨谢斯在操控基因獠牙时展示出了与原驾驶员米歇尔截然不同的用法。更准确点说，萨谢斯的使用方式才是正确答案吧，并非将其作为主要武器，而是少量多次发射，规避掉能源有限的缺点，并与机体本体的动作配合，从出其不意的角度攻击对手。只不过那个挑战天人4台高达的成就，萨谢斯跟座天使2号机并没有达成，因此就在解决了力天使之后，濒死的洛克昂找到了基恩装甲的残骸，利用残留的主炮打出了最后一击。受到这一击的座天使2型最终以同归于尽的形式被炸得灰飞烟灭。不过萨谢斯并没有因此而死，同时座天使2号机的数据也成功遗留了下来。日后联合国军的基恩 X2 舰装型就显然使用了它的设计数据，同时以其设计为基础的直系后代便是在第2季中出场的新机体全天使高达了。而这台机体和抢夺来的2号机相比，全天使完全按照萨谢斯的战斗风格进行了特别定制，可以说至此座天使2号机才算完成了与萨谢斯的双向奔赴。那么您觉得高达系列还有哪些机体会因驾驶员的不同，在战斗表现上出现巨大差异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